电商情报站，搜寻电商 SEO 已死 ，AI 将会取代它。嗨，我是电商 Tony 陈哦。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是未来可能的发展。然后我的预测算准了，你可以看我以前几期来印证，这样很值得参考。哎呀，我自己讲哈，不害羞，就这样。那我们上次影片讲了淘宝开通便利商店货到付款，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一集来聊 AI 代理电商即将来临。这个我先讲个题外话，我这一集功课不好做，而且那个专有名词都是国外的资料，我真的是不太好弄。那我就尽量讲哈，都是我的理解这样子。好，来，那我们就开始啦。AI 代理电商即将来临，先讲一下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AI 代理电商目前看起来并不会发生在明天，什么你一觉起来，这个妈怎么回事这样哦？那可是啊，它直接介入你的工作，这件事情必定会发生。应该啦，以落地的时间来推估，我个人认为2030年以前算是合理的进展。AI 很快没错，但是也没多快。不然你看你爸你妈现在也在用什么 AI 的东西吗？就这样。那很可能到时候公司会怎么样，就不会给你适应的机会就把你优化掉了，把你开掉了，那逼着你怎样自己创业自己创业。那你原本的工作就是 AI 来接手，因为不管你再便宜都不会比 AI 还便宜。等一下只要电费呢，24小时呢，全年无休呢，对不对？你看 ChatGPT 一个月$20那他干掉了多少社群小编？以前要养10个小编，现在可能养2个，然后都叫他们去用 AI 这样，然后好像 N8N 串一堆有的没的然后就是尽量自动化。来，我们先来看一篇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人们可能不再进首页，未来会是 AI 代理电商的天下，企业该如何进化避免淘汰？那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内容，就是根据 Lustfinger 的研究。来自 AI 与 LLM 的流量价值发展至今已是传统搜寻引擎的9倍，因此对当今的电商平台来说，客户找到购买商品的方式跟路径更有可能是透过 AI 来直接取得。先讲一下 Lustfinger 是谁，他是矽谷的人工智慧专家，然后待过 Google、LinkedIn、Snap 的 AI 部门，所以他讲的这个话是值得参考，他就当事人嘛。甚至现在 AI 里头有他推过一把嘛，他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有出现 AI 来协助消费者完成消费决策的行为。那 SEO 是参考反正就是给你一排你自己去看。那现在 AI 的话没有，我都帮你比过，就是这个就这样。他说流量的价值会是传统搜寻引擎的9倍，也就是说消费者会更加信任 AI 给出的建议，而不是搜寻引擎的答案。我也很推荐你去复习一下我之前拍过的 AI 对话购物即将来袭这一集我也直接跟你分享现在消费者是怎么用 AI 来那边买东西的。我自己看我也看好几次我自己觉得蛮好看。然后这个 Lustfinger 说，等 LLM 或 AI 代理掌握了消费者的信用卡资讯，人工智能就有能力代替人类来发起购买行为，未来会变成代理电商的天下。就是以后你跟 AI 说，就拿手机用讲的这个以后很快2030年以前你用讲的就是说，我想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它就会直接个性化、客制化的，因为你跟他有历史的记录嘛，因为大大小小屁事都问他他早就勾勒出你这个屁人的样子然后他就根据你过往的聊天记录跟购物记录，就帮你直接怎样选好买好一双鞋子，等他送到的时候。你还会跟你老公说，你看这个 AI 都比你还要懂我就是这样。Lustfinger 还说AI 聊天机器人不会推荐消费者开启某个电商网站来进行搜寻或购买，而是怎样直接给出答案，那边闭不然那个现在推理模型在推理那边研究转圈圈在研究什么，就在帮你爬这些东西帮你比完所以怎样就跳过了电商网站刻意打造的购物流程。我们现在花那么大把时间弄得要死，然后不断优化 A/B test 的 landing page 着陆页，直接被这样被 AI 无视了。他就是看他自己系统里的资料来做推荐这样，然后他给出一个解法解法是什么？来，第一点，
价格还是最重要的。意思是说 LLM 人会主动向电商平台来抓商品的价格跟资料，一定的嘛。如果你卖的很便宜，一定是有机会被推荐，因为 AI 不这样子做，它会被挑战，你知道，明明就更便宜，你那么烂的 AI， 我一个月还付20块美金给你哦，就这样，你看又是价格战。没办法，这是消费者的天性，就是人们就是想要更便宜，买到更多东西。来，第二个，传统平台要发挥物流优势，这个我就蛮认同哦，就是你价格战打不赢别人，那你要凭什么？出货速度快，这也会变成 AI 的那个判断的标准之一，因为 AI 这边勾勒你的行踪，反正你就天天问他一些543有的没的，他就知道你这个急性子的人，他自然不会推荐你什么2个礼拜之类才会到货的东西哦。你价格战打不赢别人，那你就是要拼出货速度快，也有优势。他说应该是准的吧？人家就在矽谷那还会有一半的消费者选你，甚至你的物流比较贵，但是快很多，那也 OK 哦。那所以现在各大电商平台才会不断的怎样去强化它的物流服务嘛？物流服务就是很真实世界的，那就不是 AI， 你没办法叫 AI 现在送货来啊，对吧？放管理室，就这样，那种可能哦。物流现阶段还是人们要去做，说不定以后会是机器人啊，但是就不是现在嘛。第三，成为内容的提供者，他们的建议是未来我们发表的内容必须要符合什么 GEO， 以前叫 SEO 嘛，SEO， 那现在叫 GEO 生成式生成式搜寻引擎最佳化，就是间接判 SEO 死刑，你知道吗？这其实讲起来就是那么大条底下留言就是这样。现在 SEO 从业人员也非常的多台湾有非常多 SEO 专家目前看起来大家都有其独到的专业但未来啊，假设你要写内容你要去用内容去做 SEO 的话，很可能你需要服务的受众就不太是一般消费者，而是 AI 了。你要写到让 AI 看得懂，也就是你的那个图片一定要上好上满，这个要解释这是在干嘛的，然后有没的，不然怎么办？你接下来大家就要来弄 GEO， 要让 AI 读得懂啊，你才会是它的资料库嘛。库巴尔来了，那个 AI 它的评断标准到底是什么？黑盒子。我跟你讲 ，AI 自己发明的那些研究师，他们也不知道 AI 到底是，反正 AI 现在就是黑盒子嘛。所以大家就是测，看有没有心得。有一个恐怖的现象，我先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假设很用力的去优化一个模型，叫 GPT-4o， 好。其实它跟之后的升级的 O3它又不同轨了，你知道？训练是怎么训练？训练有一个粗暴的方式可以训练，就是派工读生那边说：“你知不知道 Cyberbees？ 我现在服务的公司他说不知道。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你就骂他，然后一直骂他，一起勒他能不能弄他 Cyberbees 这个东西被灌到他的那个资料库里之前我看人家的评测是4天你想到就问，想到就问，连问4天，然后各种想方设法去擒勒他，去拐他，去干嘛？大概4天之后世界某地再问，他就会回答出来了。你同一套方法你要再换了一个主流模型，你要再训练一次，就会变成这样这个不是什么技巧吧，对不对？你要逆向去训练 AI 你就说你知不知道叉叉叉牌子？因为你自己的牌，他当然不知道啊。那你们洗脑他，擒勒他，这是台湾最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你的文章要让 AI 看懂比较重要。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也推荐电商业者要怎样，要写开箱文就像 Momo 的小编，那自己会写产品开箱一样，这样才会让消费者在问 AI 的时候有机会得到这个 Momo 的开箱文的流量的过去啦就是这样，开箱文开给人家看，然后客评怎么样的。以上3件事情，就是他会建议未来的电商从业人员要更加注意的地方我再帮你复习一下。第一个价格第二个物流优势那第3个内容的提供者要写让 AI 看得懂的。所以你要知道 AI 代理电商的现况如何。那我们也来讲一下这个 Last Finger 恐吓成这样，什么 SEO 已死都要讲出来。那实务上这个 AI 代理电商发展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我先说 AI 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我现在写稿的时间是2025年的7月底，你不要过1年以后跑来跟我说我讯息太落后，这很可能发生。 AI 就是如此狂奔。你以为 AI 发展非常的久吗？没有，它从进入大众视野已经要算2024年了GPT 3.5， 2024年年初到现在2025年的
年终，哇，狂奔成这样，这很好笑这很夸张反正就是这样。那我们先讲 Amazon 这个美国电商之王Amazon 针对卖家推出的功能首先是在卖家工具引入生成式 AI， 自动商品上架，然后内容就跑出来了，就他帮你写商品叙述那可以根据简单的描述或是图片自动生成那个标题、卖点跟描述栏的文字。官方宣称超过90万个卖家有使用他们提供的 AI 工具，而且有 90% 认为 AI 提供的内容不需要做修改然后卖家还认为 AI 生产的内容品质比自己写的还要好上 40%。 有没有讲这让自己被裁的东西干嘛？很夸张那另外 Amazon 也在2024年宣布了代号叫做 Project Amelia 的生成式 AI 卖家助手，可以透过对话界面来回答卖家问题，提供经营建议参谋这东西都来了那它是怎样？直接去读你的自身的数据资料，给出客制化的策略。白话讲就是，它给每个卖家都配了一个直接吃你历史交易数据的 AI 顾问你营收好不好，你就问他为什么不好情勒他。我不知道现在的 AI 训练可能训练过程的影响吧，情勒超级有用，到目前为止还算有用，你就是情勒他就对了真的吗？可是你这样子我不开心然后什么，然后他就会渐渐对不起然后给你道歉，然后去走你想要的结果。你就这样，为什么我今天业绩不好那我为什么这个东西卖不赢别人那现在市场中有什么竞品，他们卖多少钱，怎么样帮我收集一下对手的负评你都可以问他就这样。那他会给你建议他会建议你说要做什么折扣什么有的没的。我看人家写是这样子写，这个叫参谋那目前的功能还算阳春，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夸张。好，那对 Amazon 的卖家来说，他们就怎样，已经正式进入了 AI 协助卖家做电商的阶段了嘛，对不对不愧是美国，真的走得蛮前面的。我也未看先猜，美国应该有很多的上架小帮手这种帮忙上架的打工仔应该都被优化掉，被 fire 掉。因为他刚才讲了 AI 写的内容品质比小帮手写的好上 40%。 以前我要10个小帮手，现在2个，然后都去点上架就去点完之后读过没问题然后送主管检查没问题就可以上了，不需要养到10个人。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巨头叫 Walmart 你不要小看 Walmart想说它就是这个不是美国版家乐福吗这个怎么会跟电商扯上关系？没有人家有很强的危机感。现在在 AI 电商这个领域表现不输 Amazon。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 Amazon 的 AI 顾问嘛，或是协助上架的那个 AI 小帮手，他们也都有，只是 Walmart 相对低调，他没有像 Amazon 一样提出实行的成效。然后 Walmart 是怎样？他就是在今年的7月24号很新宣布了他的一个大计划。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标题我念一下：Walmart 揭示 AI 路线图，描绘出一个没有搜寻框的世界。那内容是这样Walmart 的首席技术官印度人 Hari Vasudev，我去查发音应该是这样念然后认为搜寻框和传统的商品搜寻方式将会被 Sparky 的多模态界面所取代并认为电商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完全消除客户的搜寻需求。那 Sparky 是什么？ Sparky 是他们新推出的 AI 购物助理，所以他这个演讲其实是要吹嘘自己的 AI 助理，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Walmart 认为电商的未来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Let's Finger 一致，搜寻意思用 AI 来取代。最后你要知道 Sparky 很强嘛，然后我们也讲一下这个 Sparky 这个是 Walmart 在吹的 AI 购物助理有多厉害，它已经上线了那你就安装这个 Walmart 的 App， 然后在中间 C 位功能键的 C 位有一个笑脸那虚情假意的笑脸里面写着 Ask Sparky， 那你就点上去就可以跟他聊天。他可以做3件事情，第一个查询跟搜寻商品，就是你可以用自然的语言问他你想要买什么产品，然后他会给你几个选项。第二个汇整评论跟推荐商品这蛮厉害的，就是他不是给你乱推荐，他会去爬用户评价，然后跟你说买过的人觉得怎么样，你可以问他我买这个装在哪边会 OK 吗？他会去爬那个评价看有没有人遇过这样的状况。那第三，主题式购物建议，
就是可以针对一些情境来跟你推荐商品。例如说，你说你要办 party， 然后他就会推荐你一些气球啊、彩带之类。你说你要去打棒球，他就会推荐你一些护具、棒球手套等等。沃尔玛也说了，他们现在正在开发第一个日常用品自动重新下单，这不是早就有了？这就是要让一些东西形成订阅制哦。在那个 Amazon 的 Premier 早就有了哦，那就是你之前买过袜子或什么，时间到他自己帮你下单，订阅制电商的变体，能够做出来的话，会获得稳定的现金流。然后第二个，规划活动流程跟家庭聚餐购物清单，美国人就是这样，就是太无聊，真的是超级之无聊，所以他们 Party 文化盛行，因为实在不知道干嘛哦。那我们是下楼走出去花花世界哦，他们是都要开车2个小时，就是办趴。啊，你就跟他说你要办生日趴，然后他就帮你把活动的流程都塞好哦，生成一个购物清单，你就是买整套就好了，听起来很猛啊，那幸好我来跟你讲一个事实，就是 Sparky 的表现目前还是很差，对不对？我刚才还在吹了，让 Sparky 他干翻整个电商业界哦，但是他上线到现在2个月，真实的表现长怎么样？使用者的经验是，他的确能够记得上下文，也能够问各种细节，对话上也是很顺利。然后确实也会提供来自沃尔玛的顾客评论哦，但是在推荐商品的服务不是很理想，很容易乱给建议。就是消费者有明确的说，我预算是40块到50块美金，然后他推20块这样。这个对消费者来说，居然还有，也能满足得不错。可是对沃尔玛来说就不 OK， 人家都告诉你这个预算了哦。所以整体来说还在优化中，还2个月而已啊。这个 AI 的进步很快的，没关系。但是不要忘了哦 ，AI 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 ，Sparky 很可能在这1-2年以内就可以怎样做得有模有样。主要是他巨头，你知道，他又有钱，他就是看市面上哪个团队这个导购电商做得很厉害的，直接把人家吃下来了，然后你们啥都不用干，你们就来弄我这个。对啊。接着我们就来讨论AI 代理电商的发展预测。我这么硬的影片应该没几个人看到这里随便，我们电商从业人员这些东西还是知道一下比较好。我把它讲一讲 AI 代理电商的发展预测我们来讲一下电商专家跟 AI 专家是怎么预期 AI 电商的发展今年2025不用说了。今年就是 AI 代理电商的发展元年，我们也看到了 Amazon 跟 Walmart 推出自己的产品，而且就是落实到实际使用，不是一个什么一份 PPT 一个实验室里的东西，就是直接落实给你用这样。那再来是2026到2030年，这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里头，日本的乐天提到说2025到2029都还在发展生成式 AI 的应用，2030年开始，代理型的 AI 会正式落地。然后，美国的科技业媒体则是预估，在2030的时候 ，AI 代理可能经手20到25%的电商交易额，金额高达1.2到1.8兆元，也就是我们要去卖给 AI 东西，你知道？我要有办法去推荐 AI，没有买我，那其他家有问题买我，我们要有办法去卖 AI， 现在是 AI 想办法说服我们，以后是我们要想办法去说服 AI， 很夸张。那这边讲的是美国市场那再来是2030年以后，没有专家敢做什么预测了，因为 AI 狂奔的速度实在太快，就给一个技术1年半，谁敢说发展成这样？对啊，1年半呢，我们曾经发生过很多叫好不叫座的技术嘛，什么3D 列印，对不对？听过吧？那个草都长那么高了，工业界有些还在用了3D 列印还算好的嘞，那你看它从这个概念被喊出来到落成到现在过了多久啊？这个 AI 落实到大众眼中，可以说才1年半，恐怖。首先是电商的界面，我说那些专家的预测啦就是电商的界面大概会从点击操作变成就是对话式的体验，就用讲的自然语言。再来是对商家而言 ，AI 将会充当全能的数位员工，处理库存补货、售后服务和行销决策等等。也就是说，以后的电商老板大概是不请行政事务的员工，如果真要请也是外包因为其他都叫 AI 做就好。人力会更专精在策略跟创新层面。白话文讲就是以前的工业时代，企业只要你的双手，不要你的大脑。然后现在进入 AI 代理的时代，企业只要你的大脑，不要你的双手，就这样。那最后我想跟你讨论，我们该怎么办
也来讲一下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是品牌代理商或是自己就是自创品牌，装好企业应该怎么办那如果你是电商从业人员的话，应该怎么办？先说品牌商品牌主，如果你是品牌主的话，你现在应该对 AI 的革命很有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也不只听到一个客户那边讲说，他们现在都欲缺不补了，因为很多东西可以就是让 AI 处理，写文案什么的。再加上台湾电商遇到的状况你也知道，所以现在台湾电商的重点应该是放在降本增效。我们面对那么多巨头的通路那边，那怎么在未来更好的使用 AI 去降低成本、增加效率？那会是电商从业人员需要关注的议题。例如说 AI 在未来可以帮你看后台数据或是你输出加分析有什么问题嘛然后他给出了一版答案的时候，输出给叫另一个 AI 再看一次就是还来一个这个互相检讨这样。我现在会这样还真的有差然后或是你的仓库库存什么的，你表单给他，你叫他分析了你现在已经在累积数据了像是可能就看啦，你有没有导入 ERP 或是你销售报表什么的。如果你还停留在手写的话，那等于 AI 采集不到资料你就能用系统让系统去记这些数字，然后以后汇出来给他，然后叫他去分析，就这样。当 AI 代理真的落地的时候，你才跟得上，不然那个手写还有竞争力。在2030年以前，我看起来就是服务型的，比方说你请人来贴瓷砖，他有没有 AI 有差吗？你现在叫 AI 贴瓷砖贴给我看在那边拌水泥沙在那边难了就这样。这个就很像什么累积足够的数据给他观察，很像 GA 就我们分析的软体 Google Analytics， 是每个品牌的经营者都要去看的，你电商的数据就对了。但它不是你今天买了就会有用了你想要透过去年的成绩来预估今年的成绩，你也要有去年的资料对不对？不然你就没有东西可以看。同理，如果你想要未来顺利导入 AI 代理，那你现在就要开始怎样积累数据，不然你要怎么把纸本报表都扫成 PDF？ 你不要连这个都想没关系，到时候会有一个专业的 AI 来做这件事情。好啦，有可能但是反正你就先把东西都数字化再说，你的 AI 才有养分可以去解读这样。我认为品牌主在现在这个阶段要思考，就是如果 AI 代理明天就发生，你有没有马上导入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应该要做哪些努力？ OK， 好，那再来我们讲员工员工应该怎么办？首先当然是你一定要比你的老板、比你的主管、比你的同事更懂 AI 怎么用，新东西出来就要去摸去学这样。这一点我都不敢说我做得很好因为 AI 新的东西嘛实在是太鬼了，一直喷出来，然后每个出来声势浩大，每个好像未来的王者你一旦花时间去研究一个东西另一个东西跑出来就是这样。 AI 各路都在狂奔就算到时候反正你继续熟悉 AI 就对了。现在不是有一个蛮行的东西叫 N8N 吗？你去用N8N 你去用，为什么？因为你应该一堆同事还不会用到时候就是你会，你的机会大一点，就这样。反正我们就是做到，如果老板主管要用 AI 的能力来作为标准来汰换掉人力的话，我看能不能是撑到最后一个。如果你有本事撑到最后一个，除非你家公司太小间不然的话你一定是有能力出来干嘛接案创业的。另一个事情就是要去思考做得更快更好这件事情在老板心中的重要性可能会降低。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Amazon 的 AI 小帮手，他写的内容品质比一般人写的好上 40%， 对不对？那也是 40% 而已所以就算他写的没有你好，可是他怎样？他便宜便宜治百病，你知道？所以你就要跳脱出说我来做就是会比 AI 还要好还要强的这个思维。你把 AI 当对手，你疯了吗？那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你要更往前面去发展策略跟创新那边去用，你要给 AI 下指导棋。你真的去跟 AI 对干那个工作产出，疯了这个今年可能还有胜率，明年一定就很难说了那未来老板就是只要你的大脑嘛， AI 是你的手脚所以你要有能力去指挥好这些手脚，你要容忍它出错，你要有出错的解决方案，不是说出什么你看都不看直接加上去就这样。这边用的还是那个技术嘛，老板就在找人跟找钱忙得昏头，忙得团团转那我们就是反正他 AI 不会都问我我应该就不会被裁吧，他裁我还得了就这样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话，欢迎也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站来站去，讲八卦哦，讲八卦。其实我们弄到现在，我们有点无所适从呢。我也说真的，我这个也不是什么很震惊的节目哦，反正就是来聊聊最近的发展哦。我这边都不会是什么完美的道理、教科书的道理，不会，就是跟你分享。那先分享我的心得，就是我相信不止我这样子在想，就是说要不要干脆大家放个假哦，大家就先过个日子，过个3年的日子，看看到时候的 AI 长什么样子，我们再来弄啦。我们现在就维持基本的运转就好。为什么 AI 的进化实在是太夸张了？虽然我知道商业世界的节奏，你敢放假3年，你试试看。但是现在 AI 就很恐怖啊！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对不对？你听起来都有道理。GPT-5 又要公开了，那 GPT-5 一公开，直接又碾压以前的东西。以前还要什么串来串去哦 ，N8N，GPT-5 据说不用。那我花时间点的 N8N 的技能，怎么在2-3个月之内就报废？好了，可能不会那么严重，但你也知道我的意思嘛，就是有 GPT-5， 谁还要用以前那些可能会出错的 AI？ 然后 AI 也出现了一点权贵阶级 ，AI 应该要是什么？理想中应该是普世的嘛，对不对？最富有的人跟最穷的人，大家的 AI 都是同一种东西，哦，同一个 AI， 同一个品质的 AI。事实上，你看是这样吗？不是，对不对？免费仔用的 AI， 错误百出。然后让免费仔对 AI 好像没什么信心，然后那个付费仔1个月付20块美金，那用了 AI 确实能够优化他的工作，让他工作的生产力变高。然后还有月付200美金的 AI 就有嘛，对不对 ？AI 都出现了平民贵族阶级，这真的是好事情吗？至少短期内这种东西不会缓解，不会突然出现一个普世于大家，然后都强到爆表，因为它就有成本卡在那边嘛。哇，这个要不要大家先放3年的假，然后先摸清楚说 AI 发展的路径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该投入再投入，不然现在一头栽进去，方向都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说电动车的领域不是有那个吗？纯视觉方案。Elon Musk 的 Tesla， 然后跟 Google 阵营中国阵营也是用那个雷达雷射那边去测距离，因为他们就不信那个视觉方案能好到哪里去。我在大雾中你都看不见，我的雷射还能精准变好，反正就是这样这2个阵营之争。你看发展到现在，各路车企投入了多大的成本跟努力，现在是不是突然全部只能连中国的百度也一样，只能全部立即止血？雷达、激光什么的，通通都不搞了，全部立刻转向到纯视觉方案，因为纯视觉方案发展起来了，Tesla 还是又对了一次。那我之前的投入怎么样？打水漂百度赔得起呀，伤得起啊，华为赔得起，伤得起啊，一般中小企业伤不起啊，真的是伤不起啊。那我当然知道，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在一片混沌的情况之下，你要是赌对了，你赚很多，可能整个市场都是你，可是赌错了，中小企业能赌几次啊？你有几条命啊？你的公司的中短资金流是几亿，是不是？应该几百万上下就差不多了吧？对啊，要不然我们现在就采取一个比较稳定的经营模式，隔岸观火，然后看看，等到摸清楚了，胜率相对高，要进去才进去，不然真的是你把你全部的技能都点到 N8N 上然后你选了一个大语言模型然后 GPT-5 出来又要碾压你了，每次都这样，那个好用的工具一直改朝换代。这不是干话我在讲什么？我在讲稳定的营收这件事情有没有像水电费一样收水电费收啊，我就有稳定的现金流，我就不会死得那么快这个我也讲过很多次嘛，这个就是订阅制，尽量把你的商品卖成订阅制，茶叶、咖啡，对不对？这些都是订阅制的，尽量，我讲的是尽量你要是能够卖成订阅制，或是做回头追踪客户。你卖成订阅是有稳定的营收那你第2章、第3章回购订单取得成本很低，那你毛利就高，那你就能撑。要不要先毛起来，先撑个2年3年，看清楚再说。伸头一刀，缩头一刀，要统治世界的 AI 到底是 Elon Musk 的 Grok， 还是那个 GPT-5， 还是谁啊？好烦现在每个都说自己最强，无言啊。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
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